印度正盯上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一个复杂因素下的产物，我们中国必须保持警惕。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恒 Talk。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印度一直是美国作为牵制中国精力的主力之一，而伴随着美国的系统性衰落以及中国越来越强的全球影响力，对亚洲怀抱巨大野心的印度也逐渐真的要和美国走到一起了。如今印度更是盯上了我们中国能源的海上生命线。从彭博社了解到的消息看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正在孟加拉湾的海岛上帮助缅甸修建一座军事监控设施，距离印度的军用设施不足60公里。而此事很快就被缅甸军政府直接驳斥为谣言了。缅甸军方说那实属荒谬。我查了一下这件事情，来源其实是英国的一家智库，叫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他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缅甸西侧位于孟加拉湾东部的一个科克群岛上，说解放军正在那里替缅甸政府修建一座军事情报监控设施，并计划以该岛为中心，要在孟加拉湾印度洋上建立海上情报网络。更为离谱的是那份报告其实最早一次出现居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当年的中国海军还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远洋舰队。由此看说中国去印度洋搞情报网络是多么荒唐了。而那家智库所谓的报告完全是属于典型的骗流量、骗关注的谣言。这件年代久远的事情如今再一次被提出来了，基本上就有2个可能。一个是印度在故意借题发挥，是在配合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以便他自己有个借口加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他这个动机符合印度一贯的军事扩张战略思路，对西金、对孟加拉国、对巴基斯坦、对尼泊尔，印度都是这种套路。第二个可能则是印度盯上了中国的能源海上生命线。在缅甸军政府否认了印度人的谣言之后印度外交部依旧表示会就此事继续向缅甸军政府施压。实际上科克群岛本身是缅甸的领土，印度自己将军事设施顶到了其他国家的边境线上，却反过来要求对方不要在边境线附近建军事设施。这么熟悉的军事强权霸凌真是像极了美国人可以说此次印度造谣科克群岛完全是冲着中国来的。而且印度还不止一次声称过要锁死印度洋，将来不让任何一条中国船只通过，这是何等的狂妄。坦率地说现阶段印度对中国的策略更像是他们内部政治斗争和境外势力影响下的结合产物。印度又进入大选准备阶段了，明年的4、5月份就是他们的大选。莫迪这几年的表现重点就是要巩固他自己的民粹舆论优势，刺激国产的军工业发展，提高就业率。对内则营造强人政治。而莫迪的竞争对手国大党的拉霍尔甘地的上位手段则是更为极端的民粹，针对印度在国际上的一切事务尤其是在中印问题上质疑莫迪不够强硬，他更要突出他自己的对外强硬态度，以夺取那股所谓的民粹力量的支持。因此莫迪政府就需要以更为强硬的回应来巩固他自己的民粹支持群体，这就导致印度内部对华态度和政策进一步敌对和恶意。而美国国会前不久搞了一个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领土规划，莫迪政府虽然表态不愿意美国干涉和介入中国和印度的边境事务，但他转身就跟美国在中印争议地区搞军事演习，这是妥妥的要谋求对我国领土侵略的合法性。同时他还进一步加剧印度政坛和民间对中国的这种敌意。尽管我们目前对印度的战略还是以安抚为主，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台海的统一问题上，以及美国的干涉问题，但印度的这种敌对政策却是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安全隐患。虽然印度在军事力量上和我们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考虑到这些年印度在军工力量上的投入，以及北约可能到来的军事援助，
印度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在将来面对美国时的西南大患。对此呢，我们始终是要保持高度警惕的。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